大家好，我是老罗。以前和大家做过自我介绍哈，我的大名叫做罗丁。我小时候呢还有一个小名叫做小钉子，所以呢，今天我想和大家着重的介绍一下我们在做木工 DIY 的时候，螺钉和钉子的适用场景。要了解螺钉和钉子，我们首先要快速的讲一下剪力和抗拉强度。剪力呢，指的是在同一个物体上，这个物体的一部分被一个外力推向一个方向，而另外一个部分呢，被一个相反方向的外力推向另外一个方向。抗拉强度呢，指的是在外力作用下，材料抵抗被拉开的能力。所以螺钉和钉子的不同之处呢，就在于抵抗剪力和抗拉强度上。简单来说，用螺钉固定的材料，它们抵抗拉力的能力要比用钉子固定的材料强很多，而钉子在抵抗剪力的方面更胜一筹。那么口说无凭，我们现在来做几个小实验。所以大家看这个螺丝很容易的就被敲断了。钉子的柔韧性真的很好。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螺丝，轻轻松松，这个螺钉就被敲断了。那我们再测试一下抗拉强度。这个钉子固定的木头很容易就被撬出来了。相反，这个螺钉固定的木头，我连一条缝都敲不出来。这固定的是相当的紧了。所以从刚才的实验我们就能看到哈，螺钉非常适用于防止两个物体被外力拉开或者是撬开。那比方说你想用木头做一个小盒子，里边放上土来种菜呀或者种花什么的，这种情况呢就需要用螺钉了。钉子呢在抵御两个相反方向的外力的时候非常的结实。如果一个结构会承受无法预测的晃动的时候，比如北美的这些木质结构的房子，那么呢钉子是很好的选择。但如果我们在做一个家具的话，如果我们用钉子，那么连接的部分很可能容易的就会被分开。这种情况下呢，螺钉还是更胜一筹的。螺钉和钉子呢还有一个考量，就是速度和难易程度。从速度方面来说呢，打钉子要比打螺钉更快一些。为什么要打我？打钉子呢，只需要拿一个锤子，然后照着头打下去就可以了。而打螺钉呢，需要用一个螺丝刀才可以转动这个螺钉。从难易程度来说呢，当然现在我们有更方便的工具，比如说电钻呀，或者是冲击起子，可以用来打螺钉。但是即便如此呢，用钉枪打钉子还是更加的快捷。除了对外力的承受能力、难易度和使用速度之外呢，还有一点值得考虑的就是螺钉和钉子的可逆转性。钉子呢，很显然打紧以后再拿出来就非常麻烦了，而且即使把这个钉子拿出来以后，再把它打进原来的这个洞里边，它连接材料的强度也会有所下降。螺钉的可逆转性呢就好很多，可以用螺丝刀呀，很容易的就把这个螺钉取出来，并且即使重复使用原来的洞，螺钉连接材料的强度呢，也不会像钉子那样大打折扣。最后要提到的呢，就是螺钉和钉子的这个脑袋。脑袋大脖子粗，不是大款就伙夫。螺钉这边很显然，因为拧的时候呢需要一个螺丝刀，所以螺钉的头呢不能够太小。当然，我们确实有办法把螺钉的这个头挡住，但通常情况下呢，我还是主要倾向于怎样把螺钉打到一个看不到的地方。钉子这边呢，头就大小不一了。比方说这个钉房顶的钉子，这个呢头就很大。但是钉枪的钉子呢，头就很小。这种小头钉子所产生的钉子眼呢，很容易就可以被遮挡起来，甚至你不遮挡，这种小钉枪的钉子眼呢，站远了其实也看不太出来。所以在室内装修里边，钉枪的用途还是蛮大的。在木工里呢，钉枪通常是和胶水一起运用的。钉枪打出的钉子呢，会起到一个临时固定的作用，直到胶水完全干好，然后需要的话呢，可以用腻子把这个钉子眼给糊上。但是运用胶水的话呢，需要花时间去等胶水完全干掉，所以如果不想花时间等胶水呢，运用螺钉进行固定就会省很多的时间。好了，希望今天的分享呢，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了解螺钉和钉子。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，欢迎给我留言，也希望你呢能够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老罗，See you next time.